豆豆，睡了吗？伯南，这么晚了还不睡啊？找我有什么事啊？把眼睛闭上。干嘛要闭眼睛啊？听话，把眼睛闭上。闭上就闭上。你到底在搞什么鬼啊？神神秘秘的。可以了吗？什么时候能睁开啊？睁开吧。萤火虫！沈伯南，你真的去抓萤火虫了？喜欢吗？好美啊！我好多虫子呀！我打点药。我先回去了，晚安。哦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少奶奶，刚才外面有那个呜的声音，我怀疑可能是狼。我去带我一起睡觉，我就睡这儿了。你说的什么呀？你回去。我害怕，我害怕。我就睡这儿了。子明，你到底去哪儿了？我们不是说好了要在客栈见面的吗？你怎么不说一声就走了呢？是不是我在你心里真的一点分量都没有呢？子明，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想你？拜托你赶紧回来，好不好？糖葫芦，又酸又甜的糖葫芦，糖葫芦嘞，又酸又甜的糖葫芦。老板，来2串糖葫芦。啊，2串糖葫芦，谢谢。拿1串就好了。啊。好，1串，给，谢谢哈。沈伯南，你不吃啊？我看你吃就好了。公子啊，这1文钱1根红绳，给你媳妇儿买上1根，系在手上，这一辈子都不分开啊。那来2根。哎，好嘞。那。拿着。好了。这样啊，你们小两口这辈子想分都分不开了。大大。太好了，你们在这儿。爷，就是人家也想跟你一生一世，人家也想让你帮我系红绳。好姐妹。可是这根太短了，系不上。太短了。可是那个人跟我说我的手腕挺细的呀，我得找他算账去。等着。沈伯南，我去买一些布，回去给你做衣裳。姑娘，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。好嘞。哎，公子买一个吧。
姑娘您摸摸，这可是好料子。沈伯南，沈伯南，沈伯南，你在哪儿啊？沈伯南，沈伯南，你在哪儿？沈伯。 你跑到哪里去了？你知不知道我都快被吓死了？我只想做一个天灯，为我们祈福。哎，豆豆，你们家乡怎么称呼这种灯啊？称呼可多了呢。南方有的人叫它平安灯，也有人叫它祈福灯。小的时候，爷爷曾经告诉我，这种灯叫孔明灯。知道为什么吗？三国时期，诸葛武侯被困蜀地，他发明这种灯用来求援，所以叫做孔明灯。其实我今天买这个灯，是为你祈福的。 我们就把我们想说的话写在灯笼上，告诉老天爷。在天愿作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。沈伯南。该你了。豆豆，这下老天爷会为我们作证，生生世世永不分离。生生世世永不分离。我向你保证，以后每一年，我都会带你来放一次孔明灯。一言为定。 还有那个沈祖光，我也绝对不会放过他。我要揭露他的假面具，让所有的人都知道，他卖友求荣，背信忘义。王姑娘既然已经逃出去了，怎么又回来了呢？你上次说，沈家庄里面有侯爷想要的宝物。 这话到底是不是真的？王姑娘如何得知此事？莫非你查出了什么？我找到侯爷写给沈祖光的信函，还有这个。没错，此玉佩的确是侯爷赠予沈庄主的。 姑娘不向朝廷举发，跑来找我是为什么？就凭这几封信函，还有这个玉佩，我举发他有用吗？当然没有用。姑娘快人快语，不愧是王大人的千金。你不配提我爹。姓苏的，
我来就是告诉你，想跟你做一笔买卖。姑娘，请说。我替你去沈家庄找出侯爷想要的宝物，你要把沈祖光出卖我爹的亲笔信函交给我。侯爷手下能人甚多，区区宝物，不敢有劳姑娘。你如果能拿到的话，还要等到现在吗？我之所以来找你，就是不想让我爹死得不明不白。我要找到沈祖光卖友求荣的证据，让他遗臭万年。说得好，说得好。我跟王大人的立场虽然不同，但对于沈祖光卖友求荣的卑鄙行径无法沟通。这么说，你答应了？君子一言。臭丫头，难为我设计这个圈套，不信你不上当。月儿弯弯，照九州喂，几家欢乐几家愁，几家夫妇同罗帐，几家飘零在外头喂。这首歌真好听。其实这首歌啊，还有一个故事呢。什么故事？当年我娘其实是在河上摇橹为生的。那一年，她和我爹在卓家糕饼铺前一见钟情。后来我爹为了追求我娘，他就天天去搭他的小船，听他唱这首歌。后来啊，他越听越着迷，结果结果怎么了？结果他下船的时候一不小心脚踩空了，然后就掉到河里面去了。可是我爹呢，他又不会水，最后还是我娘跳下水把他给救起来的。想不到爹那么一板一眼的人，也会有这么浪漫多情的时候。可不是嘛。那再后来呢？再后来啊，我爹进京赶考的时候，我娘就特别思念他，所以呢，他每天就唱这首歌，不知不觉我就学会了。估计我在船上听到这首歌，也会掉到河里去。是不是你也同样会被我感动啊？是被你吓的。吓的？沈波南，哎你给我站住！别跑！别跑！什么叫吓的？你这怎么说话的？你再说一遍。你真要说？喂，你不许跑！喂，沈波南，你给我站住！哼！你快把话说清楚！什么叫我会把你给吓的？我有那么可怕吗？哪有这么可怕？你说话呀你！好了好了，我逗你的。逗？我的意思是，我怕我这辈子都听不到你唱歌，吓得会死掉。这还差不多。豆豆，其实从我第一眼见你，就认定你是我的神仙姐姐。之前我病了，是你照顾着我，领着我。现在我好了，我发誓我一定会用我最大的努力，好好照顾你，守护着你，绝不让你受到一丝伤害。沈波南，你知道今天晚上的星星为什么这么亮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今晚的星星离我们很近很近。放心吧，只要我们俩在一起，星星会离我们越来越近。
会有别人看见的。这么晚怎么会有人？还说没有人。住！伯南，沈伯南，沈伯南，沈伯南，你怎么了？沈伯南，你醒醒啊！你醒醒啊，沈伯南！沈伯南，沈伯南，你醒醒！你不要吓我，你不会有事的，你一定不会有事的，沈伯南！老天爷，你不可以的，沈伯南，你一定不会有事的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他又怎么了？一个傻瓜刚治好了，现在又摔傻了，是不是？于神医，你快帮伯南看一下他到底怎么了。他就是被撞了一下头，可是为什么这么长时间还没有醒过来？他没事吧？你帮他看看，他要不要紧啊？别吵！不对呀，文娟啊，这伯南的心脉怎么全部震断了啊？快去准备针，我要给他行针。哦。于神医，伯南他没事吧？他应该不会死吧？豆豆，我跟你说句实话，现在伯南的心脉尽断，我只是拿金针暂时控制住。如果明日午时之前他吃不上九转还魂丹，那他必死无疑。九转还魂丹，上哪去弄这个九转还魂丹呢？九转还魂丹乃是当年神医张世阳所秘炼，现在世上只有3颗，其中1颗就在微昌侯府。哎，二叔，这个九转还魂丹，你怎么知道的那么清楚啊？当年老侯爷得病，先皇赐予他救命丹药，就是秘制的九转还魂丹。可当时的小侯爷却为了一己私利，将它据为己有，害得老侯爷没有药治死掉了。所以现在这颗九转还魂丹一定还在微昌侯府里。哦。哎，豆豆，你去哪里啊？微昌侯府。你现在急着去，可你知道东西在哪里吗？东西就在微昌侯府的书房里。记住了，明天午时之前一定要赶回来。
是不能在午时之前赶回，只怕神仙也救不了他。什么呢？等我，一定要等我。姑娘，怎么了？妙风神给讥笑我，于神医。哎呀，这样下去不行啊，怎么也得替他止血呀！啊！哎呦呦！不能，哎呦，不能，不难不难！哎呀，来来来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这样不行啊！这豆豆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，那我们得想办法替他止血呀！我去后山采药，你把那些田七全部倒上浆糊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俩分头行动，快快快！哎。伯南，哎，你谁啊？不能！哎，不能！不能，你醒醒！不能！不能，你醒醒！不能！夫人在里面，来，您慢点。哎，神医，哎，于神医，小儿伯南如何了？哎，算了，先进去看看再说吧。好好好。不能！夫人，不能！来这边。二叔，刚刚不能醒过来了，这会儿又昏过去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哎，奇怪了啊！哎呀，不管了。总之啊，这臭小子命大，现在又活过来了。哎呀，多谢大夫，多谢大夫，哎，不用谢，我做的都是大夫应该做的事，不用谢。哎，谢谢大夫。你们两位要是真想谢的话，就谢刚刚那位姑娘吧。啊，谢谢哪位姑娘？你说的是豆豆吧？不是豆豆，豆豆昨天去微昌侯府偷药去了，现在还没回来呢。那是哪位姑娘？
这位姑娘我也没见过，不过她刚才给伯南喂了药，她这会儿好像出门上那边去了。哎，姑娘，夫人，我给爷擦擦脸吧。还是我来吧。哦。这条红绳是怎么回事？啊，是大少奶奶给爷绑的。夫人，您看，我也有一条。卖红绳的老爷爷说了，把男的和女的绑在一起，他们就不会分开了。嗯？哦，夫人。这又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个也是大少奶奶咬的，她说怕爷醒过来之后不记得她了，给爷留了个印记。这丫头花样还真是多呀。哎呀，回来啦！伯南少爷他轻点啊！还没有醒过来呢，赶快抬进去。好，小心点啊！慢点，慢点，小心点啊！慢一点。爹，我已经顺利的把观音佛像送到微昌侯府了。哦，哎呀，那太好了，真是太好了，伯奇，你做的非常的好啊！应该的，爹。师傅，怎么了，小六子？万全，快过来！豆豆姑娘受伤了。豆豆，豆豆，怎么会这样？我怎么知道？有人发现她躺在路边，就把她送到医馆来。我一看情况不对，就赶紧把她带到山上来了。豆豆，哎呀，好了，别说那么多了，快把她抬到屋里来。哦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啊！来，豆豆啊，乖孩子，醒醒啊！豆豆，豆豆。哎，二叔，他到底怎么了？二叔，先别说那么多了，把他伤口清理干净，我去配药啊。哦。豆豆，豆豆。豆豆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豆豆，豆豆，臭小子，现在不能趁人之危。来来来，二叔，你想什么呢？我在想办法帮豆豆渡气。哎呀，渡气已经没有用了。豆豆这条命是能保住，可是什么？二叔，他的心脏被人用掌力震伤，五脏六腑都受到了剧烈的震动。命是能保住了，可是能不能醒过来，就要看他的造化了。二叔，你可是神医，你无论如何你都要想办法救救豆豆啊！我求你了。哎，二叔，你想想办法吧。都怪那个沈伯南，如果不是他的话，豆豆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？哎，豆豆平时做事从来不敢吃亏的，没想到这次为了沈伯南，竟然愿意赔上自己的性命。哎，问世间情为何物，
是叫人生死相许啊！臣知太后礼佛甚虔，特地寻来这千年难遇的上等美玉，请京城中的能工巧匠雕刻成这尊南海观音像，更请护国寺的住持弘钦大师加持，以保太后圣体安康。真是太好了，哀家喜欢。难得你有这份孝心，哀家日后一定重赏于你。启太后，臣不要封赏，臣只愿国祚皇皇万世荣，愿太后福贵寿全，与天齐。你真是会说话。不过，如果你不要哀家封赏于你，哀家怎么好意思收下你这个礼物呢？啊，启太后，这是臣拟的一份名单，这上面全是忠贞有才之士，恳请太后恩准加以重用，则我朝之幸也。中书省都使胡志强，参议府经历陈宝吉，户部都给事中苏正仓，督察院留守朱乃丽。启禀母后，这些都是儿臣要罢黜的旧例，贪赃枉法，品德败坏，尤其是那胡志强，所为更是令人切齿。儿臣已获多人弹劾，正要对此人展开调查。魏昌侯推荐之人皆属败类，自身亦难逃私相授受之嫌。冤枉太后！这上面所列之人，皆是朝廷百官所荐，何来贪赃之说？微臣为国家肝脑涂地，万死不辞，求太后明鉴。你放心，你的忠诚，哀家清楚。皇上，你乃一国之君，怎么可以凭靠自己的喜恶，而去否定忠臣荐举之贤人呢？儿臣不敢，儿臣只是不敢就好。先皇遗嘱，要哀家协助你辅佐朝政。至于微昌侯所奏之事，哀家说了算。多谢太后成全。爷，你醒了。大少爷，大少爷醒了。伯南，爷，你醒了吗？爷，娘，够我吗？伯南少爷。别这么说，看到你健健康康的，娘真的很高兴。爷，还记得大大吗？我是你的大大，又让我担心了。你记得我吗？大大，爷，快点放手啊！大少爷才刚刚清醒，你别把他吓着了。没事，习惯了。以后不能再这么惯着他了，一点规矩也不懂，还不把大少爷的参汤端来？是。太后诏曰：万宝斋打造之南海观音佛像，至美恭敬，甚得于心。特赐黄金1,000两，锦缎1000匹，钦此。太后千岁，千岁，千千岁！太好了，真是太好了，伯奇，你可为我们万宝斋立下了一件大功啊！爹真是为你高兴啊！爹，其实伯奇也不敢居功，这一切还得感谢在外地行商的苏老板帮忙。哦，这位苏老板，爹慕名已久了。伯奇，你手持我的名帖，先代我谢过苏老板。改天呢，我要敬杯设宴，邀他过府一晤。好，
老爷，老爷，什么事啊？大少爷醒了。什么？啊！伯南！老爷爷爷，你醒来了！伯南，爹，孩儿不孝，害你老担心，还请爹恕罪。坐，坐。儿子，伯南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伯南，太好了。伯南呐，你受伤失忆这15载，爹一直对你心存愧疚。幸好上天有眼，让你恢复了神智。如今只要再查出杀害你爷爷的凶手，爹就能告慰他老人家在天之灵了。伯南，你再仔细的想想，当年你有没有看清楚和恒生共同行凶的歹徒究竟是谁？伯南，你怎么了？爹，当时凶手在我背后，我根本就看不到他。隐隐约约，我好像看见他的一双细手。公子，请慢用。伯南啊，往后的日子你有什么打算呢？爹，孩儿之前因为生病耽误太久，我一定要努力读书，考取功名，为我们沈家光宗耀祖。很好。哎，对了，怎么这一阵子我都没有看见豆豆呢？你们两父子有这么多话要说，不如先坐下来，边品茶边聊天。好。伯南，来吧，坐。伯南啊，你是不是想起了你以前在那株最漂亮的木？老爷，这茶很香的，趁热喝啊。啊，哦。哎，香萍啊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你这也不让我说，那也不让我问的，究竟怎么回事啊？伯南的病才刚刚好，应该先让他自己摸索、熟悉环境以后再说，别一下子塞太多东西在他脑袋里，有害无益。对对对，说的有道理，还是你想的周到。